老公是男童，每个月给我10万工资。于是我誓死守护老公的爱情。闺蜜某天告诉我，我老公可能出轨了，她看见我老公好像在和别人约会，我让她放心，别胡思乱想了，那是我老板娘。遇见宋钱之前，我是个努力工作，却总是郁不得志的女青年，谈恋爱被绿，工作被穿小鞋，领导是小三的爸。我一怒之下裸辞了，买瓶酒到天桥上豪饮时，遇见了同样借酒消愁的宋钱，我们像难兄难弟一样抱着鼻子哭。他跟我讲他跌宕起伏的爱情，我和他讲我一贫如洗的人生。我勾住他的肩膀，神志不清地说，真的，老子从来没这么委屈过，这破男人，破工作，老子都不要了。他嫌弃地推开满身酒气的我，你就由着那对渣男贱女潇洒快活。我摇头，君子报仇，10年不晚。我现在只想知道哪里的西北风比较好喝。他若有所思，要不你多打工吧，1个月10万，我的脑子瞬间清醒了大半。老板，明天就上岗吗？也行，我们明天早上就去民政局领证啊，出卖身体吗？我瞪大眼睛，不，做同妻。谁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？我一票否决了哈。由于我是宋钱第一个带回家的女人，宋父宋母把我宠上天。宋母摸摸我的头发，揉揉我的脸，甚至趁我不注意按了下我的胸脯，马上乐不可支。哎呦，真是个姑娘，小吴娃，以后你就是我妻女儿，宋钱的小子我就交给你了，妈，你就放心吧，我以后一定和宋钱好好过。我握紧他的手，激动的承诺。宋钱说以我多二，总之老公是天，我吴思雨是死守护宋钱。好不容易拒绝了宋母提出的盛大婚礼，我去车带着我的老板回到了我的工作岗位，一栋别墅，躺在次卧的大床上，欣赏着手机里丰盈的余额。前几天的郁闷被一扫空，某淘的购物车我直接一键下单，感觉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。临睡前，我终于想起来通知一下闺蜜我已婚。第二天，闺蜜火急火燎的跑来找我，并质问我是不是疯了。咖啡店里，我拍了拍她的肩膀，神秘兮兮的说，你要是知道她每个月给我多少，你也会觉得我命好。闺蜜狐狸的看着我，到底给多少？我伸出手比了个10W。她震惊，不信。我冷哼一声，把我们点的咖啡结了账。她信了，因为我以前是不可能帮她买单的。吴思雨，你拿着找的财神爷，公司旁边的天桥上碰见的，难怪算命的说我这个月财运好。本来我是一点不信，结果真来了就送钱的。闺蜜看着我，依旧是惊讶的脏话连连。我去，怎么这种好事让你遇到了？你老公那还招人不？目前不缺人，不过学生你放心，我会帮你留意的。老公经常都在家，我捧着一堆钱，钱的没地花。闺蜜让我去上班，我说我不想努力了。她说我没志气。我进行深刻反思，自己现在和米虫有什么区别？下定决心找个班上，刚把简历投出去，感觉心情很压抑。吴思雨，你不爱自己了吗？长叹一口气，把刚发过去的邮件撤回了。人生嘛，快乐至上。老公今天回家了，我立刻起身迎接。老公辛苦了，不辛苦，命苦。老公的心情很低落，眼眶里还有泪水在打转，他好像要碎掉了。我心疼拍了拍他的背，安慰道，怎么了？他委屈地扑进我怀里，放声大哭。思雨，申哥说不喜欢我，呜呜，申哥，应该是他那晚讲的人。那没道理呀，这个申哥怎么看都应该是喜欢老公的。我冷静地帮他分析，你先别哭，按你之前讲的，他不可能对你没感觉，他今天为什么说不喜欢你？我昨晚喝醉强吻了他，今天和他表白，他说不喜欢我，明明之前对我那么好，一下子变得好冷淡，死渣男，他是不是知道你结婚了？宋钱愣了愣点头，大家都知道，那他会不会因为你已婚才拒绝你？宋钱恍然大悟，连连点头，没错，肯定是因为我结婚了。紧接着他抬眼上下打量我去工作，我立刻安抚他，如果是这个原因，那他绝对是喜欢你，你只需要告诉他，我们是假结婚，一切都迎刃而解了。在外，我们夫妻情色和鸣，在内，你们夫妻恩恩爱爱。在我的出谋划策下，老公和申哥在一起了，老公奖励我一个爱马仕，开立橙色荔枝纹，老公威武，我捧着包高兴转圈圈，这点出息，老公嘲笑，我拉着老公坐到沙发上，神秘细细，我还有一招，能让你们迅速感情升温，蜜里调油，我张嘴就是之前看的海棠文里的调情大法。老公一张俏脸红扑扑，真的可以这样吗？完全没问题。老板娘来了，在老公不在的时候，不知道他的目的是什么，总不能是为了给我这个爱情保安一个下马威吧？管他什么目的，我只知道伸手不打笑脸人。我欢欢喜喜的迎接他，老板娘高大威猛，手臂上的光耳头肌我看着都流口水。老公那死丫头吃的真好，申哥，来喝水。我毕竟的给他倒了杯水，高冷老板娘全让我无视我的恩情，她霸气吩咐，让宋夫人出来见我。宋夫人，我就是啊，看样子老板娘把我当保姆了。我刚刚告诉她我的真实身份，只见她眉宇之间全是煞气，脸色阴沉，一副要找我算账的样子，这谁敢认啊？申哥，夫人今天不在家。她忽悠的看着我，我冷汗直流。申哥，你先坐下，俺去拖地了。老板娘来着不走，我把这个家里里外外拖了一遍，拖着眼泪流了下来。这个别墅太大了，得加钱，给老公发的求救微信，石沉大海，我真是命苦。眼见的老板娘坐不住打算走了，别墅又迎来不速之客。宋母上下打量了一圈老板娘，思雨，这是谁？如果此刻的我不是穿着围裙在拖地，那么宋母的疑心很有可能落在我身上。新婚老公不在家，被婆婆撞见，带汉子回家，多炸裂！我急忙解释，妈，这是宋钱好朋友。老板娘不可置信的看着我，你是宋钱老婆？是啊，你不知道吗？我心虚的移开我的目光，那你为什么说宋夫人不在家？开个玩笑啦，
他看着我，眉头紧锁，我擦了擦额角的冷汗，哈哈，这并不好笑，你们在聊什么？宋母插嘴，妈，这壮汉是宋钱一个好朋友，今天来找他的，我没告诉他我是宋钱老婆，因为我比较幽默，事情就是这样，他也挺忙的，刚要走就撞见你了。好不容易解释完，我立刻对老板娘挤眉弄眼，示意她快走。没想到老板娘是个傻的，硬是不走。不是，哥，我台阶都递到这了，你还不走，等着被宋母发现你和我老公的奸情吗？到时候你和宋钱被拆散，估计我也得和他离婚。我这么好的饭碗，要是丢了你来养我呀，我就差点老板娘跪下来求他让他快走了。在我感觉人生无望的时候，多云转晴了，老公回来了，这个家的顶梁柱回来了，一口气刚松，心又立刻提到了嗓子眼，哈哈，竟然牵了一个男人进了家门。眼看着宋母还没回头，我一个箭步冲到了他们面前，硬生生的掰开了他们十指相扣的手，然后抓着老公的手放到了我的腰间。老公，你终于回家了，妈已经等你很久了。我着重强调了妈这个字，让他意识到此刻局势的危险。他果然顿悟，揉着我走到宋母面前，妈，你来怎么也不提前说一声，我今天刚好带了我的好朋友回家吃饭。说完，他看向我旁边的帅哥，帅哥礼貌问好，阿姨好，我是陈生，宋钱的好朋友。我瞬间将我的视线移到沙发上的壮汉上，我去，真假老板娘。宋母依旧感觉十分不对劲，她质疑的看着宋钱，你今天还挺多好朋友，朋友好，朋友妙，朋友多了咱热闹。我急忙打圆场，随后我偷偷发微信问宋钱，那个壮汉哪来的？不是你朋友吗？我瞪大眼睛，确实，宋钱从来没说过他认识贾老板娘，真是细思极恐。刹那间，我浑身鸡皮疙瘩都起来了，那怎么办？他刚刚很凶的说找宋夫人，会不会是你仇家？我惴惴不安的问，哦，那倒不用担心，他是我助理。我一脸问号，大哥，你助理你还问是不是我朋友？开个玩笑啦。我皱着眉头沉默良久，宋钱又发来，哈哈，这并不好笑。想到自己担惊受怕了一天的老板娘是宋钱助理，我捶胸顿足，那我假装保姆拖了一下午的地算什么？这次换宋钱沉默良久才发来，算你勤快。等等，还有一个问题，他也叫申哥？不是啊，那为什么我喊他申哥他要阴？哦，他叫无声。终于真相大白了。老公让壮汉过来找宋夫人签的合同，但壮汉在宋家待了一天，只见到一个勤快麻利的保姆，而老公今天刚好和申哥回家过一周今天日，不过目前最棘手的问题还没解决。饭桌上，宋母的眼珠子在申哥和老公身上来回转，我只能暗叹，侄子莫若母。当然，我这个金牌同妻也不是吃素的。宋母的嘴角无限上扬，宋母的突击检查还没结束。饭后，宋母送走了申哥和申哥，宋母借着和宋父吵架的理由申请留宿。此刻，老公躺在主卧2.2米的大床上，我躺在主卧2.2米的大床下，没错，我打地铺。老公在床上一连塌了好几次气，我不用想都知道，他在遗憾和申哥的一周纪念日被搅黄了，搞得跟1周年一样。虽然心里不屑，但我还是体贴安慰道，老公别难过了，至少咱过了妈这关。老公摇头，做出一副高深莫测的样子，不，你不了解吗？他表面上虽然信了，但内心肯定有很多疑虑。我不仅有些好奇，怎么戏都做到这了，还不信？说来话长，还是睡吧。他转过身去，背对着我。宋母一连住了好几天，才和宋府和好。他走的那天，我和老公同时松了口气，毕竟假装爱是门技术活，为了让这段婚姻更加真实，老公现在出去玩也会带着我，我负责狗在角落大吃大喝，爽。不过时不时会有一些人自以为幽默的来调侃我，比如现在我面前站着的肌肉男，他先对着我将衣服撩开，然后将手掌放在他硕大的胸肌上拍了拍。你能想象彭于晏在你面前脱掉上一大秀身材时，你小鹿乱撞的心动吗？当然，这和肌肉男没关系。我面无表情的盯着他做了一套油腻求我动作。宋夫人，你老公那瘦不拉几的身材满足不了你吧？要不你来跟着我，爽死你！说就算了，他竟然靠近我，透明星子都快飞到我脸上，我忍无可忍。你特么的怎么不回家照照镜子呢？脸上有给我炒俩菜了，赶紧给老子滚！老子挑男人是砍盐的，你太丑了！肌肉男愤怒的握紧拳头就要挥起，壮汉申哥适时出现，肌肉男脸上的表情马上变成恐惧，当场表演老鼠见了猫跑了。老公不知道什么时候来到这边，掐腰指着他喊，你有种别跑啊，垃圾！张牙舞爪的老公身后站着一顿巨型申哥。有种狗仗人势的感觉。我和老公相亲相爱的表象逐渐形成，一切都在朝着很好的方向发展。但那天摆秘书，老公和申哥偷偷幽会，被宋母抓到了。而这件事还是闺蜜告诉我的。闺蜜见过我老公的照片，在酒吧看见他和别人很亲密，她特地打电话告诉我，思雨，我和你说一件事，你做好心理准备，你那个有钱老公好像出轨了。我优雅的扶着面膜不为所动，哦，没事，那是我老板娘，闺蜜呀，要不是签了保密协议，我一定把真相告诉你。我现在的工作是多么轻松且高薪。闺蜜忽然疑惑道，哎，他们好像被一个女人抓包了。我的心一跳，让她赶紧把现场照片发给我。点开照片里一刹那，我直接撕掉脸上的面膜，飞奔出去。宋钱成身，你们为什么这么不小心？案发现场剑拔弩张，气氛严肃。根据闺蜜的转述，老公还没承认自己和申哥的奸情。我好不容易赶到，气还没喘过来，人已经演上了，直接投入老公的怀抱。老公我来了。在场的人都沉默了，我假装才注意到宋母在场，惊讶道，妈，你怎么也在？然后责怪的看了老公一眼，你把妈喊出来玩，也不提前跟我说一声。早知道我早点过来陪妈了。我又跑到宋母身边，热情的挽住她，妈，你们都站着干嘛呢？
宋母看了我一眼，又冷冷地看向老公，宋钱，你解释一下，为什么你和那个男的那么亲近？老公脸色苍白，一言不发。申哥刚张嘴，阿姨，不是你，马上被宋母打断。宋钱，你说他严厉的样子，把旁边的我都吓了一跳，难怪老公要找同妻。宋父不知道什么态度，宋母看样子根本接受不了。老公咬着唇，沉默地站在那里，这可给我急到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老公你说句话呀！我悄悄出声，全场的目光再次落在我身上。小吴，我刚才看见宋钱和那个姓程的小子很亲密地靠在一起，我不知道你在其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，也不知道你们究竟隐瞒了我多少。宋母说完，静静地看着我，我先是一愣，随即不可思议，妈，你甚至想多了，靠在一起不代表有什么呀？说着，我直接揉住宋母，示意她是很正常。宋母依旧摇头，两个男人在这种地方靠在一起，举止亲密，你觉得这没什么？我皱眉，可是程深他有女朋友啊！我抬头，目光锁定在人群中的闺蜜上，我的眼睛眯了眯，又眨了眨，内心祈祷她能接收到我的暗示。懂事的闺蜜很快从人群中挤了进来，径直走向程深。宝宝，这是干嘛呢？我不就上个厕所，回来你们怎么都这么奇怪？多么自然，多么合理，连我这个金牌同妻都自愧不如。闺蜜，你简直是我的神，你天生就是干这行的料。这走向直接打乱了宋母的思考，神哥牵起闺蜜的手，乘胜追击道，阿姨，真不是你想的那样，我已经有女朋友了，您再这样冤枉，我刚追到手的女朋友可能就跑了。宋母沉默地盯着他们相牵的手，又把视线移到老公身上，老公终于开口，妈，你总是这样，草木皆兵，这场危机总算在我和闺蜜的救场下化解了。一坐上车，申哥和闺蜜牵着手立刻松开，他们还一个劲地朝鼻子抱拳，表示不好意思。我瘫坐在副驾上，长长松了一口气，真是一场硬仗啊。老公钦佩地看着我，语气崇拜，吴姐你太牛了，他这样我可就来劲了，已经顾不得雇主关系，我对着他就是一只鼠喽，你们两个真是太不小心了。大庭广众之下牢牢抱抱，也不怕被认识的看见。最重要的是，你们两个私会也不提前通知我一声，要不是我刚好知道，你们就完了。老公委屈道，这谁能想到我妈会晚上跑来酒吧玩啊？我点头，确实，真是看不出来，妈也喜欢来酒吧。尽管如此，我还是咬牙切齿地看着老公，你们下次出去约会必须把我叫上，我给你们把风。老公不停点头，我又把头转向后座的男人，你也给我保证。申哥也连连点头，后座闺蜜看呆了，这什么情况？申哥忽地猛拍大腿，闺蜜你好，请问你是否需要一个月薪10万的工作？闺蜜惊讶的嘴都张成了一个圆，甚至可以塞下了一个鸡蛋。需要，老板，请问什么时候上岗？那明天早上吧，你和我去民政局领证。闺蜜瞪大眼睛，声音颤抖，出卖身体。我伸出一根手指做安捞的手势，你付过来人的样子，不做同妻。申哥在我们别墅隔壁买了一栋别墅，她和老公每天腻歪在那里，我则和闺蜜每天腻歪在这里，生活怎么能爽成这样？没有朝9晚5的上班打卡，没有要人命的 DDL， 没有恶心人的勾心斗角，钱还源源不断的流入我的银行卡，时不时再收到老公和申哥送的礼物，还有好闺蜜陪在身边，感觉怎么样？我拿手臂拱了拱躺在旁边的闺蜜，好幸福啊！她由衷的感叹，老公和申哥现在有了2个爱情保安，为了让他们长长久久，我们一起做了个调情计划，具体到哪一步就不方便细说了。哦，我们还把这个计划做成了 PPT， 打工人本性难移，不过再好的感情也难免有摩擦。老公和申哥最近总是3天1小吵5天1大闹，每次大闹完，老公要么委屈的眼眶泛红的回来，要么气得双目猩红的回来。这种时候，我和闺蜜也会默契配合，同时出动，各红的老公分别出主意，用尽一切手段让他们快速和好。等他们和好如初，我们4个又是快乐一家人。在第10次劝和成功后，我们决定一起出去旅游，看似是2对夫妻，实际上是1对夫妻和他们的仆人。我和闺蜜任劳任怨的操劳着旅游的大小事宜，当然有加班费的，不过我总觉得光加班费不行，还得有精神损失费，因为老公和申哥最近真的很爱撒狗粮。他们已经不止一次向我们展示他们新定制的对戒了，尤其是老公，正常聊天的时候总要把他的手伸出来，再敲个兰花指，无名指上的戒指就这样水灵灵的闪瞎我的眼。小吴，好看吗？好看，这是申哥设计的，好厉害。我像个没有灵魂的捧哏，因为这是我第52次说好看，第38次说好厉害，这些闺蜜也逃不掉。有一次她偷偷问我，思雨，你觉不觉得我俩像太监？正巧老公在不远处喊我，小吴，过来帮我烧烤。我立马回复，不过能公费旅游还是很快乐的。晚上，我躺在床上发送今天在沙滩拍的9宫格，并配文，爱你的人会把你拍得很美。9宫格的中间是一张我和老公的自拍合照。宋母第一个点赞，评论，玩得开心。我秒回，好嘞。其实我的照片都是闺蜜拍的，老公要为申哥策划一个惊喜，明天是申哥和我在一起过的第1个生日，要不我们一起给他跳个舞吧？闺蜜为什么是我们？老公我一个人不好意思，商量了半天，跳舞被否决了。我提出的建议是将老公打包好送给申哥，被老公驳回了。闺蜜提出的建议是为申哥办一个篝火晚会庆祝，被老公踩大了。老公说要奖励闺蜜一个新款包包，闺蜜笑得合不拢嘴，高呼谢主隆恩。我看着闺蜜这副见钱眼开的样子，十分心痛。许知你已经不是从前那个坚强单纯的小女孩了。我又转身握住老公的手，诚恳道，皇上我愿意跳舞。老公抽出自己的手，赞赏地拍了拍我的肩膀，很好，明晚为你安排一支独舞。我诧异，不是一起吗？
闺蜜成这次篝火晚会的唯一策划人，我在练习跳舞，闺蜜一个人布置场地，我在练习跳舞，老公把身搁置台，我在练习跳舞，老公给自己准备了一个妆造，我在练习跳舞。老公说这支舞我要是跳好，可以送我一个新款包包，所以就算是天塌下来，我也要跳舞。闺蜜一个人搭建好场地后，我的舞蹈也准备的差不多了。等到晚上，老公带着笙歌过来，闺蜜捧着蛋糕出现，我就在一旁翩翩起舞，为他们助兴。万事俱备，我和闺蜜惬意的坐在椅子上，海上的波浪一阵接一阵翻滚。她问我，你有想过这一天吗？从来没想过，实在是太离谱了，跟写小说一样。我自己有时候也恍惚。她摘掉脸上装逼的墨镜，认真的看着我。那你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偏偏是我们，或者说为什么偏偏是你？海滩上的风把我的头发吹乱，我的心思有若无的在打鼓。宋钱，没有给你一种熟悉感吗？她又追问。我愣住，有些茫然。闺蜜紧紧的盯着我，我看着高深莫测的闺蜜，直言，你有话快说，有屁快放。我话音刚落，就见不远处闹出了点动静，三个男人在群殴一个人。徐之，你觉不觉得那个被打的有点像宋钱？我问。他们一起眼睛仔细看，认同道，是有一点。我去，我俩低马同时跳下椅子，抄起一旁准备烧火的木棍就冲上去。那几个男的完全没想到会被两个女人从背后突袭，反应过来的时候，他们已经挨了好几棒。就你刚刚打了他一巴掌对吧？我挥起木棍，狠狠地抽向一个男人，他立刻疼得龇牙咧嘴。不是，你谁啊？我让你问了吗？又是一棒，每一棒都用了全力，他被打得东倒西歪，竟然还跳起来，指着宋钱骂，你个娘炮，只敢躲在女人背后。我的怒火更加蹭蹭蹭的往上涨，你没资格骂他！我喊完，直接天降神力，将他一脚踹到地上，也可能是他本身就站不稳。我撸起袖子，还想继续教训他，闺蜜忽然拉住我，示意前面来了浩浩荡荡的一群人，个个高大威猛，还打吗？闺蜜小声问。至少10个，他们气势汹汹的赶来。我感觉自己好像也没那么生气了，打个屁，跑啊！我一把抓起猛圈的宋钱，和闺蜜拔腿就跑。我从来没跑过这么快，但是一想到在后面追着我们的人，我想我还能加速。好不容易跑回我们安保性极强的酒店，我直接累倒在地上，酒店的工作人员全都惊差的看着躺在地上大口呼吸的我。这个小姐怎么了？有人问。为了不影响酒店的风貌，我颤抖的支起自己的身体，和旁边也跑到断气的两人依靠着回房。我和闺蜜一人一边为宋钱上药，她本来光鲜亮丽的造型现在已经很狼狈了，而她被打的理由仅仅只是那群人觉得她娘。我咬了咬牙，刚刚就应该多扇2巴掌。我小心翼翼的将蘸有脸服的棉签点在她的伤口上，是陈救驾来迟了。我愧疚道，宋钱倒是通情达理，你俩救驾有功，待会自己挑个包发给申哥就行了，不用跳舞了。我暗喜，看着她的脸，忽然想到闺蜜今天那些莫名其妙的话，确实宋钱对我一种说不上来的熟悉感。我们的相处从一开始就像老熟人一样，包括我们的初遇，两个不认识的人又怎么会抱在一起，互相宽慰呢？越想脑子越痛，我紧紧地皱起我的眉头。你怎么了？她注意到我的异常，我喃喃，我们以前是不是认识？她和闺蜜皆是一愣。宋钱观察着我脸上的表情，缓缓道，你想起来什么？看她的样子，我们以前真的认识。我满脸难受，想起来一些片段，你能完整的说一遍吗？其实啥也没想起来，但我感觉要是这样说，他肯定什么也不会告诉我。兵不厌诈，为自己的机智点不赞。宋钱以前叫宋希，和我是小学同学，她因为个子矮小，长相漂亮，一直被人喊娘炮。后来有人在她的笔记本里看到她有喜欢的男生，从那天起，她身上的伤疤就多了起来。她的自尊心不让她和父母，老实讲，但善良美丽的我关注到了这个脆弱的小男孩，从小就长得高，并且四肢发达的我可以说是学校里的大姐大。我建议勇为英雄救美，赶走了欺负宋希的人，并认他为我的第28位小弟。这小弟每天蹬在我屁股后面讨好我，他总是问该怎么回报我。年幼的我会语重心长的告诉他，小宋啊，除了钱我啥也不需要，你要是有钱的话就送我点。宋希听进去后，第2天真的带来了他所有的零花钱，而一向自诩正直清廉的我，竟然全都收下了，并且用他的钱吃香的喝辣的。宋希开始热，终于给我送钱，当然这钱也不是白送的。在我的关照下，他也算是着壮成长的一段时间，但那些欺负宋希的人一直在找机会揍他，有一次还真让他们找到可乘之机，我怒气冲冲的赶过去救人，啥也没说就开打，双拳难敌4手，我这家打得十分狼狈，头不小心磕到椅子上，甚至闹大了。宋希哭着抱住我，吴姐，你不能死啊！我也害怕，大哭着说，我要是死了，你就多少点钱。当然，我现在还能有这么聪明的大脑，说明当时磕的并不严重，但这件事被宋父宋母知道了，比起儿子被欺负，他们更在意的竟然是儿子喜欢男人，他们硬逼着宋希转学，请问很多所谓的心理医生，甚至还要给他改名。宋七哭着问爸妈能不能改名叫宋钱，宋父宋母拿着这个字去找人算了算，发现真的行，直到宋钱最后告诉心理医生自己不喜欢男的，这件事才算结束。听完这些，我的心里五味杂陈。宋钱看着我，小心一倒，吴姐，我当时想去找你的，但听说你失忆了，我爸妈不让我去打扰你。我一脸疑问，我没失忆啊。宋钱疑惑，那你怎么没认出我？我尴尬的挠头，这么多年了，你又改名了，我没认出来很奇怪吗？你刚刚说你是宋希，我就全想起来了，而且小时候的宋希又乖又可爱又漂亮，现在怎么会是这种贱兮兮的感觉？我又开向闺蜜，疑惑道，你怎么知道我和宋钱认识？闺蜜是我的初中同学。闺蜜摊手，我不知道啊，我就是吸引犯了，
还以为你不和我对戏呢。我再转头看向宋钱，他的脸立刻挂上讨好的笑，一下和记忆里的小男孩重叠了，我顿时热泪盈眶。想宋，你为什么才告诉我？他不知所措，我不知道该怎么说，但他的表情很心虚。不对，我眯了眯眼睛，你不会是故意的吧？他的脸红了，没有，脑子里闪过这些天他霸气吩咐我的画面，一口一个小吴，我大概知道为什么了，终于理清了所有事情。我们三个人坐在一张床上长吁短叹，甚至决定挑一个好日子结拜姐妹等等。三个人，我们对视一眼，申哥呢？宋钱崩溃大叫，我让他在 H 港等我，7点去接他。拿出手机一看，10点了。你说的支开他，就是把人送到鸟不拉屎的 H 港。闺蜜不可置信 ，H 港距离这里15公里，人迹罕至，打不到车。宋钱的手机有30个申哥的位置电话，就连我和闺蜜的都有差不多10个，可以想象申哥有多绝望。你手机没铃声吗？我忍不住问。宋钱无辜地说，我开了误掌模式。闺蜜也附和道，我也是，我恼到头。好吧，其实我也开了，原来是3个不喜欢被打扰的人。申哥手机应该没电了，现在打不通，我们集体出发去寻找。宋钱一脸悲戚，外面风这么大，申哥不会已经被吹成人干了吧？我安慰道，你别难过，说不定他自己走回来了呢。你瞧，说曹操道，我们刚打开房门，就看到风尘仆仆，脸色苍白的申哥站在门口，说不清是被遗忘后暴走的申哥可怜，还是鼻青脸肿的宋钱可怜，反正这场精心策划的生日惊喜，完全变成了惊吓，场地、蛋糕都被留在沙滩，现在也没什么好去的，要说还剩什么，我绝口不提我的舞蹈。我们将灯关掉，点燃一支蜡烛，就这样简单的为申哥送上28岁生日祝福。他双眼紧闭，眉宇间的疲惫全变成温柔，双手合十，许下自己的生日愿望。窗外的月光好美，我们或坐在阳台的秋千上，或躺在躺椅上，赏月家七嘴八舌的聊天。月亮啊月亮，今天不是我的生日，但我还是不要脸的许愿，希望我们友谊长存。旅游结束，我们回到了大别墅。前男友的小三看到我发的朋友圈，在评论区盛情邀请我参加同学聚会。小三和前男友都是我的高中同学，小三的爸还是我上任工作的领导。曾经的我被他们的心坏了，但今时不同往日，我决定去恶心他们。我背上最新款包包，全身名牌，出席此次同学聚会。在门口确保自己的妆容360度惊艳的情况下，我踏着一双恨天高霸气入场，全场目光向我看齐。我摘下墨镜，笑眯眯地和大家打招呼。嗨，班长热情地邀请我坐下，位置是前男友旁边，司马昭之心，路人皆知，我倒是不在意旁人的眼光，从容落座了。饭桌上，小三总有意无意地说起自己的爱情，比如军哥说，其实从高中开始就喜欢我了，我真没想到，我们是双向暗恋。我故意回对道，男人的嘴骗人的鬼，陈文军高中明明说你是绿茶，陈文军不承认。吴思雨，你撒谎，我什么时候说过珊珊是绿茶？他不小心扑到你身上，亲了你一口那次，陈文军继续嘴硬，反正我没说过，我有聊天记录。他急了，你当时也说了。我点头，你终于想起来了。小三委屈，小三骂我，吴思雨，你贱不贱啊？我和军哥好不容易走到一起，你为什么非要出现在我们面前？我不解，不是你叫我来的。有一位老实的同学作证，是的，珊珊一直邀请吴思雨，都在朋友圈刷屏了。小三无法反驳，只能怨恨地看着我。我叹了口气，真诚地安慰他，三啊，别生气了，我真担心你伤着肚子里的孩子，毕竟是陈文军和我在一起的时候，让你还上的。怎么说我爹算孩子的半个妈？全场哗然，议论纷纷，我却美美用餐。饭后下了大雨，我们一行人在门口等车，小三叫他爸过来，领导一来，不急着找自己女儿，先认出了我，他假意关怀，实则阴阳。小吴啊，你被公司辞退后找到新工作了吗？不过瞧你这身行头，不会是找了个金主吧？年轻人不想努力了。他大笑，拍了拍我的肩膀，小三过来挽住他的手臂，撒娇道，爸，你要是遇到合适的工作，一定要给思雨推荐，我真怕他做些伤害身体的事。我翻了个白眼，首先是我主动辞职的，其次没有金主，只有工作，月薪10万，最后我的老公来接我了，再见。宋钱开了一辆迈巴赫停在饭店门口，撑了伞向我走来，这小子还特意做了个成熟男士的造型，我乍一看差点笑出声，没想到领导见了宋钱尊敬的打招呼，宋总。宋钱冷酷的点头，我来接我夫人。小王，原本以为你只是办事不力，假公济私，没想到你还喜欢欺负手下的职员，公司不需要你这样的员工，你和那个姓程都被辞退了。在所有人诧异的目光和领导一家人绝望的目光下，宋钱揉着我走了。你什么时候成为我公司的宋总？吴姐，你那天和我吐槽那对渣男贱女的时候，我就在准备了，反正我咽不下这口气。真行啊，小弟，我竖起大拇指，一上车，发现后座坐着闺蜜和申哥。吴思雨，你快从头招来，聚会都发生了什么？我们腰玉连珠，将几人逗得哈哈大笑，车子缓缓启动，驶向我们美好的明天。全文完结。